一款号称要挑战全网250踏板的车，今天上市了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台荣的250。那这两台车呢，其实是一个高配版本，一个低配版本啊。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啊，高配和低配的差别。那么在高配上面，主要的比较明显的差别呢，就是第一，这块仪表上面，这块是一个全彩的液晶仪表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在这块，你看到有一个这个，就是行车记录仪的摄像头，那这就是高配车型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在后面，高配车型是配备了一个带氮气罐的这样的一个后避震。其他的方面呢，还有就是轮胎配置不一样，这个高配选用的是一个腾森的轮胎，而在这个低配车型上选用的是鹤路的轮胎。更多的配置呢，比如说发动机啊、车架子呀、前避震呐、刹车呀，这个高低配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就不有太多的区别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呢，我觉得我还是以高配车型为主，认为我觉得这点差价还是直接选择高配，因为这个仪表和这个后避震就值回这个差价了，我觉得。所以后面跟大家主要分享一下高配车型的一些感受啊。OK， 那现在摄像、后期、主持、配音啊，解说都由本人一人担任。那这台呢，就是现在这台高配的车型了。250的车呢，这台车的最大功率呢能输出将近26匹马力的一个输出，然后扭力呢也在24牛米左右。对于这个整备质量177公斤的车来讲呢，我觉得中规中矩吧，不能算特别的灵巧，但是它的动力在日常代步里面应该不会觉得亏欠。但是在刚才骑行过程当中呢，觉得这个车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调教，可能拿到大家手里的正式的商品车呢，就会有很好的一个驾乘体验了。在配置方面呢，刚刚说过了，这个车高配车型配置了这个腾森的轮胎，然后后面是带气罐的减震器，然后仪表呢配备的是一个全彩的这样的液晶仪表，而在低配车型上呢，就是普通的这样的液晶仪表了。这个仪表的界面呢和它整个分辨率现在来讲呢，还是非常的到位的啊，比较及格，满足要求。因为毕竟台荣是做仪表出身的起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，也是他们主要业务之一。然后比较喜欢的一点呢，就是这个踏板车配备了一个一体板。这种东西呢，就是对于喜欢骑 ADV 的人来讲，就是一个福音了。因为我习惯在上面至少加一个手机支架，是吧？而一体板，我觉得对于车来讲呢，感觉自己骑它也会比较舒坦一点，然后看着视觉好一点。而且车把的宽度也还好，比一般的那种踏板车型的宽度，我觉得稍微大了一点。在这块呢，有两个不大的储物空间，看。很深，但是开口不是很大，所以呢，你大物件放不进去，但是深度是够的。然后也标配了无钥匙启动，低配版本也是无钥匙启动系统，这只是为了这个我们弄车方便，所以把钥匙插在了上面。实际上你是没有必要把它插在上面的。但就是有一点啊，吐槽一下啊，钥匙有点大，揣在兜里面的话，即便是一个单个的一个遥控钥匙，也稍微有点大。不过了胜于无吧，总比这个纯机械钥匙带一个大钥匙链好一些。OK， 还是放在这里，省得丢了，并不是平踏，所以呢，这个腿部空间呢，对于我来讲稍微有点局促，因为刚才骑行的时候感觉得到，这个踏板的这个长度空间稍微有点小，然后这个倾斜下来这个角度的地方呢，它还有点角度过大，所以在整个这个骑行姿势上来讲，如果是日常代步啊、短途的城市骑行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长途骑行的话，应该会有一些影响一点这个长途的伸展的舒适性。坐垫的支撑力挺好的，因为它的硬度是足够，然后支撑力很好。然后这个小腰靠对我来讲呢也是比较有用，就是直接顶在后尾巴骨上，还有一个很好的支撑感，就是有利必有弊哈，就是它限制了我前后移动的这个空间，所以这个如果再往后稍微来一点，来个2厘米或者是1厘米半都可以，就会更好一点，对于这个伸展程度会有一定的帮助。那整个车看起来其实造型上来讲啊，我觉得仁者见仁吧，我至少觉得还挺讨喜的。关于颜色方面呢，这个车一共有4种配色。那这个白色呢，是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漆面质感最好的一个颜色。白色的车呢，显得整个车漆的均匀度和它的车漆的这种细腻感会好一些，而且这整个车带来的塑料感会很弱。所以白色这个配色呢，也还挺像新能源车的，是不是？可以冒充一下混动或者电动车。这个还有一个设计呢，是这个踏板比较有意思的，也是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是在这块它有一个风挡玻璃的2档调节，两边同时拉动，然后就可以上下调节这个风挡玻璃了。再有呢，高配车型上带了这个原厂的行车记录仪，这个对于限速啊、对于电源的取电呐、等等这些呢，都会比较有利于大家的日常使用，也不需要自己再去改装了。整个车辆来讲呢，我觉得这个250踏板来讲中规中矩哈。然后它的坐等空间，那它这个坐等空间呢，
看着实际上它的平方面积还是不小的，但是就是深度呢稍微差一点，所以特别大一点的这个3/4盔甚至全盔的话是放不进去的，小一点的半盔啊、瓢盔这些是肯定没问题的。然后它这个电池这个空间呢，侵占了一部分这个座筒的空间，所以在这一块呢，可能也就放个小工具包或者放抹布啊，只有这一块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。对于这台车来讲呢，空间也算及格，不能说它小，但确实不大。OK， 坐垫的材质还挺好的，这块是翻毛皮的材质，这块也是翻毛皮，然后中间这块是一个高摩擦力的这样的，而且肯定是防水的这样的一个材料，不错。整个车骑起来的感觉呢，就是我觉得哈，对于一台250 Top 来讲呢，这个车在这个价位上面，你能买到的配置上，绝对是符合它的这个定位的。所以它适当的有一些这个所谓叫城市 SUV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。虽然它不是像 ADV 踏板那样车型的去设计，但整个这个车辆现在年轻化和包括它配备的电子系统 TCS 啊、ABS 啊，这些都是标配。整个来讲呢，我觉得对得起这个价格，也能够让大家多一个选择吧。OK， 简单的小分享啊，如果有机会呢，拿着这台车在北京，我们再长时间骑行一下，包括它的油耗啊，然后这个长时间骑行的震动的感受，还有舒适性，我们到时候再来分享一下，再来研究研究。